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视频，我是曹小厨，我是小杨。我们从做自媒体到今也有2年的时间了，很多朋友一直都比较好奇我们这一路走来的历程。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，送给镜头前的你、我、他、龙。记得开始接触自媒体这个行业的时候，我还在江苏海门那边打工哈，很偶然的机会接触了自媒体哈，从此也就开始了我的自媒体之路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我的第一期视频？这个时候还非常的羞涩。今天上午的时候都有宴会，吃好饭以后大家都开始汇报。这个时候的曹小厨是身兼数职。对，那个时候我是早上凌晨4点半起床送牛奶，白天9点钟开始上班，中午2点钟下班，下午4点钟上班，晚上8点半下班。我那个时候拍视频还是用的是1500块钱的一个手机，对，画质那是相当的低哈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遇到了很多的艰辛。你个人说？从剪辑到拍。No， 不是这些。其实我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哈，我并不怕辛苦，因为我既能一天身兼3个职业，我也就不在乎所谓的剪辑、拍摄这一等等需要学习的方法。在当时这个情况下，我最在乎的是家人的不理解。对。当然，我也能体谅你们是为了看我一天确实太辛苦了。当送奶工、厨师，还有中午还要拍视频，都是抽的中午那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拍视频，然后我们就很不愿意支持他做这个，觉得太累太辛苦了，觉得还是身体重要。但是他一再坚持。其实当初我们的想法非常简单，因为我们夫妻2个都在外面从事服务行业，然后小孩就成了留守儿童。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当大家都是欢聚一堂、欢声笑语吃年夜饭的时候，而我们却远在千里之外。我只希望能够通过做自媒体，能保证我们的生活，然后回家过后，至少我们能陪在孩子、父母的身边。其实刚开始拍摄的视频都是他在上班期间在店里面拍摄的一些，拍出来的效果很不理想，然后播放量很少，所以这样也就有了我第一次视频风格的转变，在家里教大家做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曹小厨。每次我看到这种视频，穿个啥子白大褂，一本正经的站在那里。哎，重点是这儿还打了3个字，对的，曹小厨。这个衣服还是专门在网上定制的。他慢慢的看到我的辛苦过后，也就利用他自己的休息时间，有空的时候就帮我拍。但是这个时候视频播放量依旧非常惨淡，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在出租屋里面设备都比较简陋，所以接下来就迎来了我的第2次转变，乡村美食。拔2根葱回家用一下。这个葱这样掐了以后，它还会长出来的。蒜切成蒜末。在这里，我们还非常的感谢海门的那一对叔叔阿姨。对，在他们家免费让我们去拍摄视频。如果没有当初你们的帮助，就没有我们今天一家人团聚的机会。谢谢。其实那段时间是我觉得拍视频当中最辛苦的一段时间，因为恰好遇到是冬天，然后在室外，那个风一吹呀，真的是能受吃骨，好像是冻木了那种感觉。将近年底了嘛，店里面的生意也慢慢开始忙起来了，所以说也没有太多的时间两头去跑，所以最后我又返回了出租屋。这个时候就开始了我们的家庭生活加美食。当然那个时候不是日更哈，那个时候是2天1更，因为我那边自己拍、自己剪、自己发，确实还比较困难。然后我们在出租屋里面大概坚持了大半年。我们也在那边过了年哈。对。过年的时候只有我们2个人，我现在都记忆深刻。2个人，大年初一那一天放了1天的假。新年快乐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
就是我的一位朋友，也是我前一段时间到去见你那位朋友哈，也是前段时间我到那个中县，县，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机会。对。然后因为当时我们想到重庆嘛，离家就很近了，对，坐车子是2个小时，就感觉小孩至少在我们身边了。有个什么事情的话哈，我们可以以最快的时间赶到家里。对，所以就有了我们在重庆的开始。晚上上班，白天睡觉。对。下午4点钟上到凌晨的2点钟。对。然后我一般的是早上2小时把我叫醒，一般都是要菜买回来，有时候要做得锅头，然后才会叫我起来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感谢我们的老板儿。对。老板儿专门给了我们一个夫妻房。对。就是至少不用分开嘛。其实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们在重庆拍的所有的视频，那口锅都是我们同事的锅。对。包括电饭煲也是我们同事的，我们只是买了一把刀，那把刀至今都还挂在我们厨房里面。锅热，下油，油上的多一点哈。为什么回来的呢？不为别的，只因为小小厨的一句话。快6一了，他说他那时候上1年级嘛，2年级。2年级嘛。他说：“妈妈，你们6一要回来陪我不？”然后他说别个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陪，然后他问我们回来不？当时我们接到电话的时候，感觉很触动，心情很心酸呀。就是说，一直他的6一儿童节，自从幼儿园的时候我在家陪他，从来没过一个完整的6一。对，我们都没在他身边，感觉真的让人很心酸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毅然决然辞掉那边的工作，然后就开始回到家了。老妈在屋里抓的馍馍。从这以后，我也就真正的全职的开始了我的自媒体事业嘛。所以说这个时候熬夜就成了我的家常便饭，经常到凌晨的1、2点，有的时候甚至5点钟、6点钟就起来了。其实剪一条视频真的很辛苦，肯定要6、7个小时，至少都要6、7个小时。虽然在学习的这一段时间也是非常的辛苦，经常的熬夜，也导致了一头的白发，但是非常欣慰，我们终于一家人团聚了，终于一家人时时刻刻在一起了。我们的小小厨也不再是留守儿童，非常的。其实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我们疫情期间在老家的一段幸福时光。有那么多粉丝哦，大爷，这把剪个头我剪不了，杀个鸡扯嘛我都扯得了。虽然疫情无情，但是这段时间也是我们最开心的一段时光，因为这是我们成家以来第一次在外漂泊了10多年，第一次回到老家，一大家人在一起朝夕相处，非常开心。但是没有一个人看着别人吵架吵心呀就吵洋洋。这一路走来，我们需要感谢的人实在是太多。当然，更离不开镜头前的你对我们的支持，非常感谢。以后我们依然会更加的努力，争取做到更好。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一帆风顺，但是我坚信，只要肯努力，靠我们的双手去创造、去拼搏，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。也祝大家每天吃饱喝好，幸福生活，加油！行，该吃饭了不？马上安排。2菜1汤，营养健康。腊肉，这个是四季豆炒土豆。那是那个本地姜汁儿。本地啊？黑色、乌的那种，紫的那种。今天晚上真的饿了。腊肉香肠。
正宗鲜3鲜。我记得以前在外面的时候哈，哇，能吃个老家的腊肉，简直太奢侈了。为啥子？一直光吃不胖，因为每天早上起来送牛奶的时候，手里面拿2瓶牛奶，要不停的奔跑，要去赶时间。送得太晚，别个孩子上学的话，他牛奶有的是那种老肉，很多是那种老肉。嗯。年轻时候吃点苦，受点罪，没事哈，对没事。哇，好爽！今天晚上那个晚饭吃得有点晚哈，因为前面跟大家聊了很多。吃这个嘛，北京香蛮好吃的。在这边子还是我们上次剩下的是吧？吃饱喝好，幸福生活。今天视频就要给大家说再见了，大家一定要记得本条视频下方点赞、评论、加转发，还有弹幕。谢谢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